快下来！说，放开我！给我把这破车砸了！我操！不要砸！成了！核能量子控制技术研究成功了，有了它，我们大夏绝对能稳坐世界第一军事强国至少30年。让我们一起祝贺苏教授！辛苦了，这都是大家的功劳。领导，我想把技术资料早一点送到京都特区，早一天得到应用，漂亮国的战争就能早一天结束。好，那一会儿坐我的特牌车去，特区认识方便些。帮我把车开到门口。好。苏教授还真是节俭呀，衣服都磨成这样了，还穿在身上。来，这件新制服你先拿着，可不能让特区的人以为我们虐待杰出人才。谢谢领导。其实像我们这种整天泡在研究室的人，穿什么都一样。车来了。领导，您还说我呢，您这不都把经费全用在搞科研上了，车还用这么旧的？就是旧了点儿，但这款车牌可是我们总院的金字招牌，有它在，保你一路顺风。请。注意安全。等这个技术应用到战场上，肯定能轰动全球。到时候苏教授就是军事研究领域第一人。我们大夏的国宝啊！科技总院的苏教授居然研究出了核能量子技术。我们鼎盛集团以化石能源起家，如今新能源崛起，我们集团濒临破产。只有这项新技术，才能让我们起死回生，甚至有望登顶大夏首富。所以你是想让我去争取苏教授的技术授权？如此任务，当然得我亲自去起。如今苏教授正在前往京都特区的路上，你去帮我准备一份大礼。特区重地，我们恐怕进不去啊。特区偏僻，苏教授开车路过，肯定会经过加油站，而那条省道上只有我们鼎盛一座加油站。你就去那儿等他，我随后就到。是。什么破车，敢挡我前面！穷酸货，你，切！算了，加满油，送资料要紧。哎呀，夏总，哎呦，夏总，我来。夏总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出来办点事儿。对了，啊，那辆车啊，刚才居然敢朝我按喇叭。哦，一会儿给我喂饱它。哎呀，夏总，瞧你说的，这种小事交给我就行了嘛。夏总，你里面请啊！快去快去！开个国产破车，准是个软脚小。你好，92汽油加满。行嘞，你稍等啊。还是个女司机，那就更好拿捏了。
加好了，一共是690块。这么贵吗？来，你扫码吧。等等啊，我这邮箱是50升的邮箱啊，你是怎么给我加的98升油的？你是怎么给我加的98升油的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哎呦！看好了，这是50升的油箱，啊，满打满算340块钱。你是怎么给我加98升690块钱的？这我就知不道了。油枪上就是这么显示的，我就这么收费啊。这不是显不显示的问题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这有什么不可能啊？你看看，我们这可是鼎盛集团的加油站，就这油枪啊，比你那月经都准。哼，我看是你这破车开撞了吧？我这是公家车，怎么可能会改装？什么公家母家的没听说过。我告诉你啊，赶紧给钱，别磨叽，1分都不能少，690块，给钱。不知道苏教授什么时候来？像这种级别的大佬，一定是开豪车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300块钱的油费，你跟我说690块，你怎么不去抢呢你？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大雷，强子，有人来炸！哎，接我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赶紧麻溜的把钱给结了，这破车你就别想开走了。什么意思？这些人摆明了是想讹钱，报警还得去警局做笔录，一来一回，特区都关门了。行，钱我可以给，但我要发票，并且要标明加油机的编号。行，不过你得先扫码，把钱扫了，我就给你。支付宝到账690块钱，发票。但是我们这发票机坏了，只有收据。我们这发票机坏了，只有收据啊！我刚刚扫码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发票机坏了？我这不才想起来吗？你要不要？不要我撇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啊？鼎盛集团的加油机到底有没有发票？你干啥？谁允许你录的？你侵犯我肖像权了，知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放下！你把手机给我，放下！太过分了！咋回事？要打死怎么敢的呀？太气人了！真是！你还录？你把手机给我！别过来！你们要是敢上前一步，我就告你抢劫！抢劫这有意思。我看被告的应该是你。哎呦，夏总，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鼎盛集团的商业机密。就是，你拿这个破国产手机录像，是侵犯商业隐私，是犯罪。我命令你，赶紧把录像删了，
这些事儿可不能让苏教授看到。我这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。你一个开国产破车的穷逼，配谈权益？我告诉你，这里马上来个大人物，你再这么闹下去，惹他不高兴，他一根手指就能把你碾死。想活命的话，赶紧把录像删了，滚出去！那我就是不删呢。我不但不删，还会把这段视频放给他看。我要让他知道你们这鼎盛集团的嘴里到底是有多么的丑，多么的恶心。哎呀，找死！啊！哎呦，哎，小童，都瞎了吗？给我把他按住！上！放开我！哇，居然动手了！太大胆了！放开！这太过分了吧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小姑娘，你疯了吧？连他们都敢惹，赶紧把视频删了吧，否则你会麻烦大了。我凭什么删？这是他们勒索我的证据。怎么，开国产车的人就不配被公平对待吗？普通人就活该被欺负是吗？哼，你说对了，像你们这种穷人，就是这个社会的垃圾，你是浪费米饭的废料。尤其是你这种开国产破车的穷逼。既然你不肯删，那我自己来。哼，光删掉录像，太便宜你了。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随便一条疯狗都能来惹我们。我要你再赔5000块钱误工费。收了我双倍的邮费，现在还敢跟我要误工费？做梦吧你！放开！放开！真是蜡烛不点不亮。哼，全给你删了！把我手机还给我！你们这属于违法！密码输进去，今天我就饶你一马。我警告你，我可是公务人员，你们绑架勒索，那属于罪加一等。哎呀，还知道装公务员吓唬人呢！我命令你啊，赶紧把密码说出来，说！小姑娘，我劝你还是给钱吧，破财消灾，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。是啊，他们的手段不是你能想象的。是啊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次来是代表科研总院执行任务的。怎么？难道你们连总院都不放在眼里是吗？科研总院也是你这种下等人能碰瓷的吗？哼，也不看看你开的什么破车。你要是总院的人，我跪下来给你提鞋。那我跪着给你舔血。那你就放大眼睛看看我身后这块牌照。哼，好，让我看看你这辆破车有什么了不起的牌照。什么？我当时镶了什么金边呢？哼，也就是号码特别点而已。某宝花几个钱买的啊？你们要是没见过特牌的话，就打电话去问你们老板。哼，你们妨碍重要公务，绑架殴打公务人员，
有期3年以上。等着坐牢吧你！哼，坐牢？你也不撒泡尿照一照？你一个开着国产破车，衣服全是破洞的穷逼，有什么资格让我坐牢？喜欢装公家车是吧？给我把他砸了！夏总，他刚才说的有什么事我担着，砸！砸！你们不准砸，不准砸！警告你，你们要是砸了的话，那就不是坐3年牢这么简单了。还给我装！领导能开这种破车吗？今天我就替总院的院长好好教训你。砸！给我砸！就是，哪有领导能开这么破的车？差点被这个家人给骗了。我这不要砸！不要砸！放开我！停下！虎哥光打有啥意思啊？来点节目行，那我就来点砸鸡的。你干什么？他们怎么敢？这可是领导的车，快下来！放开我！小姑娘，早让你赔钱你不听，现在洗车修车要多花1、2万呢。孙虎，去车上看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当是给我们的赔偿款了。这小总，你早说嘛！我看啊，真是好气。小总，夏总，我都看了，这里面没什么值钱的零食，都是些平西西9块9包邮的东西。妈的，真是穷到家了。我们科研总院一心为国，收入大部分都用在科研了，我们当然没有钱。还敢犟嘴！什么人是？夏总，我找着个好东西啊！夏总，你看，我找着个好东西啊！哟，这玩意儿还有点意思。不要碰它，这可是要送去特区的绝密资料，它关乎着我们整个大夏的战局。哼，不得不说，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能装的穷逼了。就这么一个破硬盘，还绝密资料，哼！给我把它一起砸了！好嘞！不要，资料只有1份，一旦损坏了，我们的技术将会倒退3年，大夏的无数战士会因此丧命。别理他，动手！我警告你们，这个硬盘里面有定位器，如果损坏，总院就会派人来找你们。如果你们想活命的话，最好给我放回去。什么？定位器？那更要砸了。什么？你不是一直说你是总院的吗？那我倒要看看，把这玩意儿砸了，总院会把我怎么样？你，哎，
等一下，刚刚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，我还可以给你们钱。别动手，真的，求求你们了，我求求你们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我现在就想看看总院的人到底能不能来。砸！不要！一击必中。领导，领导，不好了，苏教授的硬盘遭到了物理破坏。什么？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哎呦，这小破玩意儿都碎成这样了，没见总院的人来啊！你们这帮蠢货！这些资料不仅是我花尽多年的心血，你们知不知道，这个硬盘更是让我们国家成为第一强国的希望。呸！我还宇宙第一呢，动不动就扯什么国家机密，你以为你在拍短剧呢？就他这穷酸样儿，就算拍短剧，也只配做个臭乞丐。喂，你到底是谁？马上把电话还给苏教授！一个个都开始搭台唱戏了，还苏教授？我告诉你，这女骗子在我们加油站捣乱搞破坏，我砸了她的车跟硬盘只是利息，你们还得赔我钱5万。5万呢？哇！好，我马上给你送钱来，到时候你可别不敢收啊！哼，走。龙组集合，开启1级警报，10分钟内必须抵达加油站。是。领导既然答应给你钱，可以放开我了吗？我做事儿还轮不到你来教我。钱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，但是你欺负我和我手下的事儿，怎么算？不是，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们了？你在加油站胡搅蛮缠，吓唬我，给我这弱女子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。你说这能用钱算吗？我要你跪下道歉。让我跪，你就不怕折寿吗？还敢咒我？小姑娘，赶紧给他们跪下吧，咱们平头老百姓惹不起他们资本家的。他们不配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孙虎啊，给他点苦头尝尝，看看他的嘴还能不能这么硬。我看你敢！我告诉你，我负责的可是大夏最新的技术研究，身上有50多项专利。如果你敢对我动手的话，你们所有人都得陪葬。把警报灯打开，让所有车辆通通让行，绝不能让苏教授出事！快！是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真当自己是苏教授啊？动手！我看你敢！我今天要是出了事的话，总部可以直接判定你们为武装叛乱，当场枪毙。夏总，他刚才那哑事儿有点深意，我真没用的东西，连女人都不敢打，我自己来。臭婊子，不肯跪是吧？我偏要你跪！这么回事？哎呦，这不是人防队的张队吗？今天是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儿？怎么劳烦您亲自带队过来啊？上头说了，科研总院的苏教授
很可能来这加油，特地下令让我来进行易燃物品防爆检查，绝不能让苏教授有半分危险。这么说，苏教授真的会过来？苏总也让我在这迎接呢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苏教授可是京都直接下令保护的国宝级人物，一会儿你说话注意点，要是惹得他不高兴，你们整个集团都得玩完。嗨，放心，我对他一定比对我爹妈都好。张队，哟，这哪儿来的臭乞丐呀？哟，这哪儿来的臭乞丐呀？张队，快把他们抓起来！他们加油站就是家黑店，敲诈勒索，还把我的车给砸了。小姑娘，造谣可是要坐牢的。张队，我没骗你，这是真的，我是科研总院的。什么？科研总院？哎呀，张队，别听他瞎说，他就是一个骗子。你看他那穷酸样，他们还在我的车上撒尿呢，甚至还把我……住口！你这个冒充公职人员的骗子！我看就是你偷奸耍滑，欺负人家商家，人家小小的教训你一下，还敢恶人先告状？明明就是他们把我的……还敢狡辩是吧？啊！鼎盛集团可是我们海市的龙头企业，有必要污蔑你一个底层穷逼吗？我命令你立刻给加油站赔钱道歉，否则我就算你寻衅滋事，直接带走。你真是是非不分，眼盲心瞎的蠢材，根本不配坐这个位置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也敢骂我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也敢骂我？哎呀，张队，你消消气啊！为一个下等人受气不值得。一会儿再多赔2万块钱给张队，听见了没？哎呀，张队来了，好好睡。小油气儿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娘们儿就是一个疯子。她刚才不知道从哪弄了个假牌照来糊弄我们，把我们都当成彪子了。哎呦，怎么了，张队？这不是科研总院的车牌吗？张队，我没骗你，这是真的，我是科研总院的。这可是科研总院的金字招牌，能用这块牌子的，除了部长，就只可能是苏教授本人了。能用这块牌子的，除了部长，就只可能是苏教授本人了。你们这些蠢货，还不赶紧滚开！啊！张队，我们刚才这么抓着他，确实不太好啊。这苏教授，都怪我有眼无珠，冒犯了您。我错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请原谅我这一回吧。张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什么苏教授？他不就是一个开国产破车的穷逼吗？是啊，没眼力见的东西，这相思可别拉上我呀！这可是科研总院的车牌，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苏教授。什么？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苏教授。什么？什么人事？还不赶紧给苏教授道歉啊！你们黑我油钱，绑架我，羞辱我，砸了我的车，还在我的车上撒尿，甚至
把我的硬盘都给砸坏了。真以为一句道歉就能了事吗？什么？他们竟然……哎呦我，张队，你这不应该呀！不是张队，我打你！张队，我真是被你们这群伙计给害死了！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，送进法院，直接判刑啊！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苏教授？张队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车牌有那么多，你不可能每张都记得吧？我去，无知蠢货！像这种级别的高级车牌，整个海城不超过10张。我就算把你认成一只鸡，都不可能把车牌记错了。给我拖走啊！等一下，给我拖走啊！等一下，张队，你听我说，你看他那个车，顶多就是10万1辆的国产破车，还有他那个破衣服都洗得发白了，怎么可能是苏教授呢？对呀，张队，他连几百块钱的油钱都抠抠搜搜的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苏教授这样的大人物啊？是不是搞错了？有道理啊，苏教授怎么可能那么穷酸？还是打个电话过去确认一下比较好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。喂，苏教授，他的车一直都是普通蓝牌，没换过呀。好。哎呀，我给忘了，苏教授今天开的是部长的特牌车啊，应该没事吧？张队，你听到了吧？苏教授一直开的是普通蓝牌车，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是苏教授。这车牌肯定是他偷的。来人，把这个骗子给我抓起来！这车牌是你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偷的？说！我没偷，这是程部长借给我开的。贱人，你他妈真以为你是苏教授啊？赶紧老实交代，你这车牌怎么偷的？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张队，要我说，对于这种贱胚子就得用刑，打一顿什么都说了。如果能把这事查清楚，把车牌还回去，那总院得欠了我一个大人情，说不定还能借机跟苏教授攀上关系。去我后备箱把汽油桶给我拎过来。领导，前面就是加油站了，我们在这里停还是？直接开进去，快！张队，汽油。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这汽油一旦灌进你的喉咙，你这辈子都说不了话了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程部长马上就到，你们会后悔的。哼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是吧？我这就把汽油给你灌下去，看你这张嘴巴还能硬多久。小姑娘，你怎么这么拗啊？偷个牌照最多判几个月，你这要是被灌汽油了，你下半辈子可就痒了。我没干过的事，我为什么要承认？想毒哑我是吧？好啊，我要是哑了，我保证，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出去。哼，我好怕哦。他说不让我们活那我还就要看看你是怎么让我们死在这儿的。住手！苏教授，你谁啊？哼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跟我打电话的那个老登。
5万块钱，赶紧的。你老东西，你敢打我！你们瞎了吗？给我上！好，老东西，敢在我地盘上撒野，给脸不要脸呀！啊！瞎了眼的老东西，你他妈连我都敢打呀！啊！我看你俩是一伙的！我告诉你，你摊上事儿了，摊上大事了！程部长，我帮你抓住这个小偷，他正在偷您的东西呢！快来人，把他衣服给我扒了！蠢货，这车是我借给苏教授的。蠢货，这车是我借给领导，对不起，是我没能保护好硬盘，让他们给毁了，是我对不起国家。放心，这是特制硬盘，只要有这个在，所有数据都能完全恢复。小刘啊，你赶紧把这个送往特区，他们自有办法。是。能让程部长借车的，即便不是苏教授，他也绝对是亲信，是万万不能惹的人物呀！领导啊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是您的部下，否则就是借我10个狗胆，我也不敢动他呀！张队，你怕他一个老头做什么？他就是这个贱人找来的托。哼，就是啊，张队，咱们2个一块上，肯定能把这个老头摁在地上打。我去！打你大爷呀！啊！一群没脑子的蠢货！这位可是如假包换的程部长。什么？他是总院院长？那他什么科研总院？什么机密文件？你到底是谁？马上把电话还给苏教授！一个个都开始搭台唱戏了，还苏教授？所以他真的是苏教授？不可能！他看起来这么年轻，也就20多岁，怎么可能做出这么伟大的研究成果？一定是我想多了，一定是我想多了。小苏，如果他真的是苏教授，那我刚才不但打了他的岔，我还在上面扫了。小苏，你救救我吧！你想办法救救我！滚开！我都自身难保了，怎么救你？你们做了什么？自己交代！程部长，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！都是他们干的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儿。难道你就没有一点错吗？姐，报，姑奶奶，都怪我有眼无珠，是我轻信了他们的话。你就大发慈悲，饶过我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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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公职人员不能为民请命，保护人民，反而官商勾结，欺压老百姓。从现在开始，撤销你的一切职务，从重处罚。来人，带走。是。接下来到你们了。你们几个敲诈勒索公职人员，破坏公共财产，严重妨碍公务，
甚至有武装叛乱倾向，本该就地枪毙。看在你们没有实际犯罪行为，移送最高法院判处无期徒刑。此外，破坏公共财产的钱，该罚的罚1分都不能少。带走。判刑无所谓，苏总一句话就能把我捞出来。可万一因此搞砸了跟苏教授的合作，10条命都不够我死的。我必须维护集团形象，把锅全甩给这个臭跟班。领导，冤枉啊！领导，不是我们想惹事，是他。他仗着公职人员的身份，故意欺负我们，刁难我们商家呀！领导，对，是他家外佣，不给钱，说自己是公务员，凭什么要给？我们不让，他就把车拿了，还说要栽赃我们，给我们点教训。领导，没钱啊！是啊，你看看，哼，活该！你们简直是颠倒黑白。哦，领导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加油站的发票，这都是标准的良心价格，从来没骗过任何人啊，领导。对呀，领导，还有那个硬盘也是他弄坏的，他怕你责怪，所以才甩锅给我们呀。是啊，我们都是本本分分打工的牛马，绝对没有半句假话，请苍天别中箭呐，领导！别中箭呀！胡说八道！珊珊早就告诉我了，这些脏事全都是你们这条混蛋干的，现在还想颠倒是非，污蔑诽谤，罪加一等。不是的，领导，你听我说。住口！你这个满嘴谎话、蛇蝎心肠的毒妇！哼，像你这种仗势欺人、欺压百姓的社会毒瘤，等着把牢底坐穿吧！来人，程部长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当时又不在现场，你凭什么认定他说的就是真的？我看你和某些人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吧？你说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你们要是敢抓我，我就把你们的奸情发到网上，网暴你们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这对狗男女的丑事儿。老东西油盐不进，那我只能造你们黄谣，再用总院的名誉逼苏教授和苏总合作。你以为造谣有用吗？只要我把你之前敲诈我的视频发到网上，所有人都会知道到底是谁在撒谎。哼，你还真是头上顶个马桶，脑袋里全是屎。你的录像我全都删了，你拿什么威胁我？啊？好，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数据恢复技术吗？你这个贱人，你不讲武德！哼，喜欢造谣是吧？来人，把他们的嘴给打烂！是。打他！打他！你们不要过来！错了！别打了！好了，把鼎盛集团列入失信名单，他们旗下所有加油站全部关停，进行扫黑检查。你以为加油站是你们想关就能关的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们鼎盛集团马上就要和苏教授进行合作了。你说你要跟苏教授合作？嗯，怕了吧？虽然说苏教授是从你们总院出来的，可是他现在的身份地位可远超你这个部长。等合同一签，看你们谁还敢动我们加油站！在此之前，苏教授确实可能会跟你们合作，但现在绝无可能。你放屁！你就是一个底层牛马而已，
难道你还能替苏教授做决定吗？哼，这句话倒是说对了。他要是不点头，就算你们总裁来了，也别想谈合作。好大的口气！我的娘嘞！苏总，苏总，他就是科研所总院的院长。我们今天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你放心，整个总院除了苏教授，其他的都是废物垃圾，不值一提。啊？苏珊珊，原来是你！哼，苏北辰。哼，啊，别挣扎了，大伯，拿来吧你！苏北辰，你……哎，珊珊，算了吧，我们斗不过他们，啊。爸，苏北辰，你都这么有钱了，为什么还要抢走我爸的土地和房子？因为你们家穷，你和你爸两个没出息的东西，只知道种地，根本不配姓苏。爷爷留下的土地和房子，就该属于这个家族的最强者。所以，你认为你是我们家族里最优秀的人是吗？哼，不是我，难道是你吗？堂妹，瞧瞧你这副穷酸的样子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连个小小的科长都没混上，开个国产破车，连衣服都是破的，开个国产破车，连衣服都是破的。香奈奈的衣服见过吗？爱牛士的皮鞋，这一件就抵你1年的工资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算了，我今天还有贵客要招待，没工夫跟你瞎掰扯。看在亲戚一场的份上，要是你们能在苏教授面前给我说说好话，促成这次合作，我可以饶了你们。你们加油站黑油钱、砸人车，还想让我们给你说好话？做梦！我现在以科研总院院长的身份正式通知你，赔偿所有损失，关停你们旗下所有加油站。你总院算个球，整个科研院我只看中苏教授一人，你们这些阿猫阿狗给老子爬！你们这些阿猫阿狗给老子爬！苏北辰，你干什么？凭什么打人？就凭老子有权有势。我在最后警告你一次，要么就乖乖听话去做，要么老子就把你们2个一起废了喂狗。苏北辰，你竟敢公然以权谋私，挑战公家权威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龙族听令，立刻抓捕苏北辰，及其下毒！都给老子站住！本来想给苏教授留个面子，放你们科研院一马，可你们非要找死！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看清楚！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这是彭老的。什么？这是彭老的。没错，这是京都办公室彭老亲手送给我爸的将军令。见将军令者，如见彭老本人。我看谁敢动我？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按住，我要让他们知道跟我作对的后果。是。
这碗盆可是我专门为你们准备的工业硫酸，只要沾到一点，别说是皮肤，就连骨头都会呲的一声化为血水。苏北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当然是让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，省得让你们去苏教授面前说三道四。把他们的脸给我按进盆里。是。省得让你们去苏教授面前说三道四。把他们的脸给我按进盆里。是。走，苏北辰，如果我真的死了，我看谁还敢跟你谈合作。等等。什么意思？苏北辰，你见过苏教授长什么样子？他真名叫什么？你听过他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吗？这不重要，等我见到他，自然都会知道。苏北辰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千方百计想要合作的苏教授，其实就是我。哈哈哈！我还以为你掌握了什么筹码要跟我们谈判呢，原来只不过是知道了我们要跟苏教授合作，就拿这个来假冒吓唬我。就是，你们也不动脑子好好想想，苏教授是何等身份？是你这种臭乡巴佬能碰瓷的吗？你还苏教授，我还居里夫人呢我。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，你要是苏教授，我就把头给你拧下来当球踢。哼，这可是你们说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不就是个小职员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不就是个小职员吗？我刚听说，科技总院的苏教授居然研究出了核能量子技术。啊！一个臭农村人还幻想当科学家，当得明白吗？这，科研总院研究核能，姓苏，难道他真的是苏教授？啊！差点被你给骗了。苏教授如此天纵奇才的人物，怎么可能是你这种农村出来的乡巴佬？没错，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。你为了冒充身份，连照片都提前 P 好了，可见你平时就是个喜欢冒充苏教授名头招摇撞骗的骗子。你如此冒犯苏教授，必须受到严厉惩罚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按住，拖到后山狠狠地打，打到咽气后，再跟这老东西一起拿去喂狗。苏教授的研究对我国的军事实力提升巨大。我刚接到消息，京都方面准备授予他京都办公室主任一职。什么？给他？我觉得很合适。什么？这职务已然进入大夏权力核心，甚至比彭老还高半级。如此人物，我必须拉拢。我打算今天晚上举办荣生宴，
诸位觉得谁来操办合适一点啊？哎，我们鼎盛集团可以。如果彭老能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们捐给特区1亿军费作为感谢。是啊，今天来的。行啊，好好招待苏教授。若有怠慢，我唯你是问。彭老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以国事之礼接待。好，来，今天就到这儿。好。你听说了没？苏教授现在就在鼎盛加油站，资料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。不知道北辰到加油站没有？得赶紧通知他，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，跟苏教授搞好关系。给我拖下去！是。喂，爸，你说什么？等等。好，太好了。苏总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高兴？苏教授升职京都办公室主任了，彭老钦点我们集团为他举办荣升宴。这样的话，苏总，您刚好可以利用这次宴会好好结交苏教授了。没错，只要能让苏教授跟我们合作，我们苏家不仅能起死回生，甚至还能攀上京都的高枝，以后在整个大夏都可有一席之地。恭喜苏总，王者归来！恭喜苏总，王者归来！放心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对了，伟辰，你在加油站见到苏教授了没有？啊？什么？苏教授来加油站了？哎，别人还发了照片，我发给你，你看看。怎么了，北辰？没什么，爸，我一时没留意，让他走了。要是能有机会和他聊几句，了解一下他就好了。这好办，我找人要了一份苏教授的资料，已经让人给你送过去了。还有苏教授的手机号码，我现在发给你。记住了，这个号码你知道就行，可千万别打扰人家。行，我明白。儿子，这是我们唯一翻身的机会，你可要牢牢的把握住。我们苏家的未来可全都在你身上。哎呀，放心吧，爸，手拿把掐的。不说了，我得赶紧安排了，拜拜。荣升宴事关重大，弄死他们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算你们走运，今天的事儿就不追究了。滚吧。等等，不着急，我呢也想去宴会看看，看看这苏教授到底长什么样。你说什么？我都准备放你一马了，你还敢挑衅我？真是茅坑里打手电，找死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到后山去喂狗。苏教授，苏教授，我是来给鼎盛集团送资料的小张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。你他妈是瞎了眼吧？叫他苏教授，
你这种级别见过苏教授吗？在这乱叫！我没见过真人，没见过真人还敢乱叫，把这种穷酸货当苏教授，简直是有辱苏教授的声誉。信不信，我现在就可以让人把你抓起来。我是不是苏教授？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？笑话！苏教授的资料也是你这种下等职员能看的吗？我看你分明就是想趁机偷看里面的信息，以此好来钻营谄媚吧。哼，又或者他想收集更多苏教授的资料，继续冒充苏教授，招摇撞骗。苏总，我们可不能让他得逞。真是要命！想让你们这些反派打开资料，怎么就这么难？我发誓，只要你敢打开这份资料，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我这人没什么爱好，就是喜欢看人打脸。行，我现在就打开看，我要看看你是怎么让我后悔，而我又是怎么狠狠抽你耳光的。居然都这么晚了，跟你这种底层人扯皮，简直就是浪费时间。小夏，赶紧去滨海酒店准备苏教授荣生宴。站住！你们不负一点责任就想走吗？切！站住！苏总，走！呸！苏教授，你刚才为什么要拦着我？虽然他有将军令在手，但我只要上报彭老，他们还是要为今天的事付出代价。这样太便宜他们了。是，我要在荣生宴上当众揭开他们丑恶的嘴脸，让他们被所有人唾骂，让他们失去一切引以为傲的东西，最后在失望和后悔中将牢底坐穿。苏教授说得好，我是彭老手下的警卫员，彭老让我送完资料就待在苏教授身边当临时助理，我相信我没认错人。苏教授，接下来我们去哪？当然是去滨海酒店。哎，你们把酒水这些都安排好啊！苏教授马上就来了。还有记者，别光顾着拍照。今天是苏教授的荣生宴，你们的设备要是没调试好，我拿你们试问。喂，苏教授。苏总，记者都安排好了吗？哎，安排了。海城的所有记者都安排了，就等您来了。很好。苏总，从今天开始起，你就做我身边的随从，怎么样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为您马首是瞻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哎，好的，拜拜，苏总，待会儿见。发达了！这场宴会将会成为我苏北城的成名之战，我要让整个大夏都见识到我苏家的权力和声望。恭喜苏总！拥有后再失去的感觉最为痛苦。今天我就要给你想要的一切，然后再狠狠地剥夺，让你从云端跌入地狱，尝尝痛不欲生的滋味。苏总，苏教授怎么还没到？别急，快看，苏教授来了！
苏教授好。怎么是他？苏教授好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这个骗子，你居然还敢来！骗子？没错，之前他在加油站就伪装自己是苏教授，现在又来荣申宴上招摇撞骗，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人多好啊，人多最适合打脸了。今天我要实名举报鼎盛集团加油站利用改装油枪黑客人油钱，不给钱就砸车，甚至还绑架威胁。苏总，我说的对吗？居然有这种事儿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胡说八道！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别着急啊，我还有份礼物要送给你呢。这什么时候拍的？没想到鼎盛集团这么大的公司，居然还黑油钱，真是不要脸！不给钱就打人，简直是黑社会！像这种黑心商人，必须给他曝光，坚决抵制鼎盛集团！抵制鼎盛集团！坚决抵制鼎盛集团！怎么办，苏总？这样下去，别说跟苏教授的合作，就连我们本身经营的项目都得完呢！还不快把屏幕关了！快！啊！不好，苏总，电脑被入侵，不受控制了。什么？让开！大家安静。加油站的事儿，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但今天是苏教授的荣申宴，我必须先惩罚这个假冒苏教授的骗子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重新介绍一下，我叫苏珊珊，科研总院首席研究员，新任京都办公室主任，也就是二位口中的苏教授。啊，什么？他就是苏教授？他就是苏教授？我承认，你很会利用巧合伪造苏教授人设，但这一切都是白费，因为就在宴会开始之前，苏教授就已经跟我通过电话了。苏总，记者都安排好了吗？哎，安排了，海城的所有记者都安排了，就等您来了。原来鼎盛集团和苏教授关系那么好，这么说，这个人肯定不是苏教授了。没想到真是个骗子，说不定刚才录像也是假的。各位，苏教授为我们大厦研究出个新型能源，是我们大厦的大工程。如今这个人假冒苏教授，在这儿招摇撞骗，惹是生非，大家说怎么办？必须严惩，把他送进监狱！送进监狱！别着急啊，想知道我是不是苏教授，很简单。今天下午，彭老给苏总、苏教授送了一份资料，你打开看看，不就真相大白了？苏教授的资料怎么可以随便展示？只是看名字和照片而已，是不能看，还是你不敢看？你，苏总，您就打开给大家看看，你越是给这个贱人面子，他越是蹬鼻子上脸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请大家做个见证。我是为了保护苏教授的名誉，才不得已展示这份资料。我苏北辰对苏教授绝对忠诚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拿错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，这资料我一直带在身边，不可能弄错。苏总，没想到吧？我这个在加油站被你们欺负的小职员，
竟然是你千方百计想要讨好的苏教授。啊！苏教授，我是来给鼎盛集团送资料的小扎。我就说你个乡巴佬，怎么摇身一变变成了京都的苏教授？诸位，他的这个同伙就是送资料的送货员，所以这份资料根本就是假的。啊，这样啊？来人，把这个骗子给我绑起来！喂，今儿晚上的荣生宴，千万别出岔子，我随后就到。彭老放心，我和我儿子一定会好好招待苏教授的。冒充苏教授，大闹荣生宴，甚至还偷换保密文件，我今天就替苏教授教训教训你这个人渣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！别着急啊，这么精彩的事，怎么不叫苏教授一起来看呢？放肆！苏教授是你这种下等人想叫就能叫的吗？哼，还打电话？啊？喂，苏教授，什么？您到了？我怎么没看见您呢？你往后回头看看。哎，好你个苏珊珊，竟然敢用软件来修改电话号码来戏弄我！赶紧给我绑了！哎呦！苏北辰，你们就继续作死吧。等彭老看到我这个新任京都办公室主任被你们当众绑了，你说他会怎么处置你们？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你只不过是科研院一个小职员罢了。你就算死在这儿，彭老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我们老苏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一个骗子？说到底，我也算你堂哥。今天我就替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。家法伺候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苏北辰敢勒索苏教授，还想害死他？你马上安排我去宴会厅，我要突审他们苏家父子。是。苏总，彭老让我保护苏教授的安全，你如果还要继续闹下去，我将立即向彭老汇报。他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陪他演戏？给老子滚！小张，这事跟他没关系，有什么事情你冲我来。死鸭子嘴硬！今天我就请家里的那些长辈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哼！住手！住手！爸，北辰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珊珊打小就老实，怎么可能做出冒名顶替的事？这件事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个贱人假冒苏教授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，之前是加油站，这次又来酒店闹事。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他，怎么向苏教授交代？爸，这事你别管，等彭老到了，他们怕是后悔都来不及。大侄子，珊珊的品行我最清楚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，要不看在大伯的面上，你就放了你妹妹再说。爸，滚开！爸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叫我大侄子？苏北辰，你干什么？爸好歹是你长辈，你怎么能对他动手呢？苏泰这种废物，他有什么资格
当我儿子的长辈。爸，您来了。苏的，苏保国，咱们老苏家所有的亲戚里边，就只有你和你女儿最没有出息。你，哼，居然还敢跑到荣生宴来搞破坏，烂泥扶不上墙。保国，我女儿不是骗子，这件事肯定是误会了，求你们放了她吧。哼，我呸！来吧，我倒是可以放了你们，不过得让你替你女儿给我和我爸跪下道歉。啊！什么？你竟然让我爸给你下跪？嗯？你知不知道，我爸是你爸的大哥，是你的大伯？大伯又如何？这世道重要的只有才势和权力。你今天犯下这个弥天大罪，我让你爸跪下磕头道歉，已经是很给他面子了。苏北辰，我警告你，我可是新任京都办公室主任。你今天敢让我爸下跪，等彭老到了，我定让你们生不如死。各位，你们相信他是苏教授吗？小姑娘，你就别装了。我知道你是想讨回你的油钱和车钱，可是你也不能装苏教授啊。是啊，苏教授可是人民英雄，你这样是侮辱，是亵渎，你必须受到惩罚呀。对，惩罚他，惩罚他，惩罚他。老东西，你听见没有？爸，你女儿冒充苏教授惹众怒了，你现在要么跪着道歉，要么我就送她到警局里，给她贴上罪犯的烙印，让她一辈子都抬不起头。好，我跪下，只要你放了我女儿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爸，你不能跪！苏北辰，你就不怕折寿吗你？放开我！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。老东西，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，还不快跪下道歉！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啊！爸，让他跪下！不要，爸，不要下，不能跪！爸，你不能跪！爸，哼，我求你们放了我女儿！哎呀！哎，喂，什么？苏保国父子绑了苏教授啊？还逼老爷子下跪？畜生！陈部长，赶快启动特级报警，让他们5分钟赶到酒店。是，快！这下可以了吧？慢着啊！让你起来了。他冒充苏教授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，但是他破坏我今天这场宴会上客人的心情，我要他赔偿精神损失费。1人1万，不过分吧？什么？这么多人，我女儿哪有钱赔你啊？他没钱，我有啊。这样，你跪下磕一个头，我就给你1万。你只要跪着让我满意了，我有的是钱。爸，我不需要，他们马上就会到，我们不用怕他们。爸，你快起来！女儿，我知道你心疼爸，但是爸内疚啊，我也帮不了你忙。我能做的只是帮你省点钱。爸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放了我女儿，
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们了。哎，苏北辰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让你们全家都付出代价的。一个庄稼汉，一个臭职工，你们这些底层阿耆，拿什么跟我比啊？彭老好。这下可以了吧？等等啊！苏北辰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我反悔了。来人，把这个老东西给我绑了。啊！你无耻！哎呀，这人怎么这个样子？哎。爸，放开我爸！爸！苏北辰，你个畜生，你言而无信！你不就成绩比我好点吗？凭什么爷爷对你就比对我好？我就要超过你，把你狠狠踩在脚下。我就是要告诉所有人，就是比你优秀，比你强。呸！爸，这父女俩之前因为田产和房产找了我们不少麻烦。不如趁今天借苏教授的名头，狠狠报复回去。好主意。冒犯苏教授，就该连坐，就该重重的罚。爸！快住手！你看看你爸，像条臭狗一样被我爸玩耍。你爸真是个没用的窝囊废。苏北辰，别着急啊，马上就轮到你了。你们要打就打我，不要碰我女儿。爸，你快别说了。苏总，要不算了吧，他们已经受到惩罚，我想苏教授应该不会再怪罪他们了。是啊，再打就要出人命了。苏教授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住口！苏教授的心思岂是你们能揣测的？我作为苏教授的心腹，必须狠狠教训这些敢冒名顶替苏教授的垃圾。老东西，既然你这么急着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珊珊，你没事吧？珊珊，爸，我没事。哎呀，苏北辰，有种你就打我呀！我告诉你，我要是出了事，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走出去！臭娘们儿，你还敢跟我扯皮？行，那我今天就看看，到底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鞭子硬？都给我住手！你们苏家，这是活腻了吗？啊！哎呀，快看，彭老来了！彭老来了！彭老大人，您来了。彭老大人，您说的太对了，他们苏太一家就是嫌命太长了，居然敢冒充苏教授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吩咐了，收拾他们父女两个。您看看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我说的就是你们三个畜生！苏教授，您没事吧？他们的恶行我也全部知晓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。
交给我了。谢谢朋友。来，把他们3个给我拿下。冤枉彭老大人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是个假冒苏教授的婊子。是啊，彭老大人，而且他还死不承认，非要等您过来，无非是想利用您的身份吓唬我们而已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把他爸也打了，也算是替你出了口恶气。闭嘴！无知的蠢货！站在你面前的就是新来的京都办公室主任苏教授本人。珊珊，你就是他们所说的苏教授？不可能！这个贱人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带牌子的，不可能是身居高位的苏教授。是啊，彭老，他是我从小一起看着长大的，他不过是成绩比别人好一点，毕业之后也只是研究院的底层研究员，他怎么可能摇身一变变成我们国家的国宝级科学家啊？苏教授何须品牌彰显身价？至于职位称呼，是因为苏教授不喜欢高人一等的东西，所以对外一直自称普通科研人员。完了，我完了！刚才我们那样对他，鼎盛集团完了。何止是鼎盛集团完了，苏教授可是京都办公室主任，你们苏家这样对待大夏重要领导人，至少要判20年起步。没错，苏教授可是国家的英雄，对你们必须从重判刑，让你们牢底坐穿。那这怎么办？爸还没享受够，爸不想坐牢啊！苏总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在牢里待一辈子。苏总，别担心，他们不过是虚张声势。我有证据证明，他绝对不是苏教授。不得不说，你还是有点本事的，居然就连彭老都被你拿来骗人。你说什么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们合起伙来搞我们鼎盛集团，就是为了吞并我们的家业。可惜，你们棋差一筹。因为真正的苏教授，早就把这个给我了。苏教授，这可是京都特地授予您的龙纹玉佩，象征着大夏至高的身份地位。您为什么要把这半块送给苏北辰呢？因为得到后再失去，远比没有得到更加痛苦。我就是要在他最狂妄自负的时候收回一切。以苏北辰自负的个性，这比杀了他还要残忍。龙纹玉佩，听说是京都特地给苏教授制作的，全世界只有1对。所以，苏总真是苏教授亲信吗？那他们……对，他就是担心苏教授的崛起会影响他们的地位，所以合起伙来党同伐异，想要铲除我儿子这个苏教授的亲信。原来是这样，苏教授现在的职位比彭老还高半级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怕这几个老东西。没错，你们几个老东西还敢跟我叫嚣？等苏教授来了，我让他把你们通通收拾了。是吗？你怎么也会有？因为这块玉佩就是我让人给你的，你的一切权利都是我赐予的，而现在我要收回了。啊，人家收回？不！你为什么要给我玉佩？为什么要让我以为拥有这一切？
因为见过光明的人是无法忍受黑暗的。我就是要让你尝尝得到后又失去的痛苦，让你从云端跌到地狱，让你身败名裂，一辈子翻不了身。你简直比反派还反派！真是活该！活该！罪有应得！活该！带走！彭老，就饶我们这一次吧，我可以赔大家油钱，1个月的油作为补偿。看在我以前捐了不少钱的份上，你就饶我们这一次吧。是啊，彭老，我还可以再捐1个亿，不，10个亿给国家做慈善。只要你能放过我们这一次，我一定改过自新。去你的！这是他吗？钱的事吗？啊！你们如此羞辱一个国家英雄，哼！就算我能答应你，可是他们群众能答应你吗？苏教授一心为国家做研究，我们绝不允许欺负他的人逍遥法外，必须抓起来重罚。对，抓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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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珊珊，我爸是你二叔，我是你哥呀，你不能这样对我们呀，珊珊。你们刚刚羞辱我跟我爸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。是我有眼无珠，王八蛋！珊珊，哥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看在亲戚义长的份上，饶哥这一次吧。哥求你了。大侄女，你小时候二叔还抱过你呢，你能不能放我们一条生路，不要赶尽杀绝，好不好？二叔求你了。你们为什么知道错了？那是因为我的身份和地位。如果我只是普通人，你们还会道歉吗？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而是知道怕了。来人，带走。大伯，我是你亲侄子，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珊珊把我弄死吗？大哥，爸走的时候特意嘱咐过你，让你照顾我。我跟北辰要是进去了，对得起他吗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？哼！你们抢我房产和土地的时候，让我和我女儿向你们下跪磕头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是你的大伯和大哥吗？我苏泰虽然是个庄稼汉，但是我自问自己没有对不起你们。爹留给咱们的财产，是我把大部分给了你们，可你却说我跟我女儿没本事，不配姓苏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就别跟我攀亲戚。哎呀，大哥呀，我是被猪油蒙了心了，我现在知道错了，我把土地和房子都给你。把我的那份也给你，只要你能够认我们，让我们做什么都行。大伯，以前是我有眼不识真偶，从今天开始，您和珊珊就是苏家家主，我们只听你们的吩咐。对，求你在珊珊面前帮我们说句好话吧，大伯。好啊，看在你们有诚心的份上，我就让我爸认回你这个二弟，还有你这个侄子。大侄女，你心里还是有我这个二叔的。好妹妹，咱们之前恩怨就一笔勾销，之后合作的事儿，珊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咱们可是一家人。既然你们认同我爸是苏家家主，那我们就得按咱们苏家的家规办事。你们刚才冒犯我爸，当然就得家法慈。不，来人，给我压下去！不。这是把猪骗进来杀，你不能这样，珊珊。彭老，这不合规矩啊，这是滥用私刑啊！
第一鞭打你们不敬长辈，忘恩负义；第二鞭打你们欺凌晚辈，失仁德；第三鞭打你们坑骗群众，丧良心。好，打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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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爸，打也打了，罚也罚了，可以原谅我们了吧？好啊，咱们苏家的恩怨就此翻篇。不过，虽说家有家规，但国也有国法。你的手下黑了那么多油钱，伤害了那么多普通老百姓，你该问问他们会不会原谅你？我们的血汗钱就这么被他们黑走了，苏教授绝对不能放过他们。对，这种社会毒瘤绝不能放过他们，必须抓起来判刑！抓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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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是你！如果不是你贪心黑油钱，我就不会得罪苏教授，也不会得罪这么多人。你这个婊子，真是害死我了！那是我黑的吗？加油站多收的每一份油钱，明明进了你的口袋里，你才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，活该你身败名裂，那是你应得的报应。真是一出狗咬狗的好戏。你还敢顶嘴？快把他抓起来！都是你害我，我杀了你！苏北辰，你简直是丧心病狂！我真后悔当初帮你创立了鼎盛集团。你放屁！鼎盛集团完全是靠我自主研发的石油提纯技术创立的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错了，那项技术是我给你的。北辰哥一心想要创业，这个公式应该能帮到他。这不就是石油提纯公式吗？这是我做梦想出来的。我真他娘是个天才！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非要现在才公开的羞辱我？我没有羞辱你，不告诉你是因为你一向自负，我不想你难过。北辰哥，资料我帮你整理好了。哥，哥，这个是我打暑假工赚的钱，我想应该你用得上，你拿去用吧。
珊珊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都做了些什么？再下去。对不起，是我嫉妒心太强，才会一错再错。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。喂，爸。闺女，赶快回来相亲了。爸，我现在还不想相亲，我继续做研究了，挂了。